老夫人，如今可以说了。宝琴，老夫人怎可用皇家口吻称呼本府？依法论罪，便是犯了欺君大罪。哀家原本就是皇宫中人，如此称呼有何不可？老夫人说是皇室中人，但不知是哪位王爷亲眷，来自何州何府？哀家本是赵氏家眷，来自包钦执掌的开封府。老夫人，皇室宗亲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，不知道当年老夫人的府邸坐落于京城何处？皇宫内院。皇宫内院，乃是皇上宝眷所居之处，不可恣意妄言，惹祸上身。哀家何曾妄言？皇宫内院的玉晨宫，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。住口！本府念你双目失明，年事已高，又恐你含冤莫白，负屈难伸，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。如今你却信口雌黄，胡言乱语，还不速速将实情相告，否则莫怪本府依法治罪，以正视听。保长，你怎敢断言哀家是信口雌黄、胡言乱语？那玉晨宫虽是宫中贵妃所居，然而却已荒废多年，无人居住。20多年前，哀家就住在玉晨宫。30年前，玉晨宫所住的乃是先皇在世之时的李贵妃。哀家入住之前，娘家本姓李。本府不知你是由何处听来宫中之事，然而那太妃李娘娘早在20年前便已仙逝归天，朝中文武百官无人不知，你又怎敢虚言假冒？包钦指的可是20年前烧死在冷宫的李贵妃。你怎知李娘娘曾在冷宫？哀家知道的不仅仅如此。若不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哀家已死，哀家又怎能逃得出宫来？如今哀家又怎么能在包钦面前揭发这段耸人听闻的宫闱秘史呢？啊，老夫人之言的确耸人听闻，只是事关重大，又事隔多年，一时之间恐怕还难以查证老夫人所言是虚是实。不知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呐？公孙先生果然是心思缜密，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，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，哀家的20年冤屈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。不错，本府一生办案，讲求的便是真凭实据。倘若老夫人提不出凭证，包钦无需担心，哀家有先皇所赐
20年来珍藏遗物，从不敢随便离身。哀家等候的就是这一天。这是先皇御赐金碗，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。这金碗当真是当年先皇御赐，岂能有假？普天之下只有2枚，哀家有1枚，还有一枚刻有金华宫刘妃。可是当今刘太后，就是她。当时距今已有20多年了。2位爱妃坐。2位爱妃，朕还一直担心呢，膝下无子，继位无人。如今可好了，2位爱妃同时有孕，看来朕可以不再操心了。皇上，洪福齐天，2位娘娘一定能让皇上得偿夙愿，产下太子，入主东宫。好，说得好。陈琳，奴婢在。朕要你准备的东西可曾备妥？回皇上，奴婢早已准备妥当。快去拿来。是。2位爱妃一向情同姊妹，如今又同时有喜，这非但是朕的福分，更是赵家之幸，朝廷之福。为此，朕命陈琳派人打造金碗1对，内藏夜明珠1枚。这2颗金碗，2位爱妃1人1枚，随身佩戴。今天真是朕的好日子啊！好，来了。2位爱妃，玉晨宫李妃，金华宫刘妃。这2颗金丸之上，均刻有2位爱妃姓氏，你们要好生收藏啊！谢皇上恩赐。啊，免礼免礼免礼，别动了皇儿的胎气。坐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不用谢朕，要谢就谢你们身上所怀的龙子吧。陈琳，奴婢在。记住朕的口谕，2位爱妃倘若生男，朕就封为太子。奴婢遵旨。可是，怎么？倘若2位娘娘均产下龙子呢？没关系，长者为大，先出生的就是太子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奴婢立刻通知朝廷记事郎，转传皇上口谕，记载于册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自从皇后病逝之后，朕就一直位立新后，
所谓母以子贵，太子之母就是国母。两位爱妃，日后是否能执掌后宫，母仪天下，那就看你们谁先替朕生下太子。这枚金碗就是如此而来。20年来，哀家哪怕是穷困度日，窘迫生活，也从未有过变卖之心，甚至连义子张毅也从没见过。大人，宝卿可是信不过哀家？御赐金丸是否为真，日后当可查证。然而，宫闱之内诸多情事，若非亲自经历，单凭传闻，绝不会如此详尽。便是陈琳陈公公告老还乡之时，也曾与本府多有往来。30年前的事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本府心中已有决断。你怎么说？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宝卿平身。谢娘娘。苍天呐，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苍天有眼。大人，老夫人的行止，大人打算如何安排呀？此事太过棘手，先皇宠妃流落民间，却又在20年前传出死讯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故而，本府将她接回庙中，待问明原委之后，再做定夺。老夫人，大人和公孙先生来看望您了。你们守在门外，不得让任何人惊扰。是。包拯叩见娘娘。啊，免了免了，坐吧。谢娘娘。20年了，哀家几乎已经忘记打扮光鲜洁净是个什么样子。娘娘委屈了。不，为了等候今天，再多的委屈，哀家也心甘情愿。娘娘身份特殊，为防走漏消息，增添无谓的困扰，包拯自作主张，将娘娘接至庙中，并以老夫人相称。权宜之计，还请娘娘不罪。你处事谨慎周到，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？此事的确必须隐秘，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，哀家还在担心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？娘娘何出此言？只因哀家的冤案牵扯到2位当今最为显贵的人。是哪2位？
一位是当今的刘太后。娘娘不是说太后昔日与娘娘情同姐妹，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？情同姐妹，哀家落得如此地步，全都是拜她所赐，被她所害。当年哀家的预产期比她早，临盆之际，先皇来到玉成宫探视。爱妃啊，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，就看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。皇上怎么又来了？现在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。皇上怎能肯定一定是男婴呢？错不了，产期就在这几天，朕有十足的把握。是啊，一定是位太子。如果明日出生，可就和八王爷同月同日生辰了。哦，哎呀，朕差点忘了，明儿个朕是玉帝的寿辰呐。真巧，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，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。但愿如此啊。陈琳，奴婢在。去御果园采些应时果品，与八贤王送去。奴婢遵旨。爱妃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在临盆期间，臣妾有点心慌。没关系，头一胎嘛，总是在所难免，别担心。首席产婆早已准备妥当，随时会进来的。爱妃，你怎么了，爱妃？爱妃，快生了，快生了，快生了，快来人啊！找产婆进来，快找产婆进来！是。爱妃，别慌啊，马上就好。用力，再使点劲儿。再用力。使劲儿。快了。但不知娘娘当年所生是男是女？不论是男是女，等哀家醒来以后，出生的婴儿就变成了不知名的怪物。此话怎讲？郭怀与产婆尤氏勾结，趁乱将婴儿以剥去皮的狸猫调换。先皇得知，一怒之下将哀家打入冷宫。其实这一切全是刘妃在暗中指使。娘娘，可否容学生冒昧一问？公孙先生请讲。当时娘娘历尽昏厥，怎知使郭槐与尤氏勾结？又怎知全是刘太后暗中指使呢？公孙先生问得好。在哀家被打入冷宫7年以后，陈琳来到了冷宫，将刘妃的阴谋一一揭发。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，自己产下的
真是个男婴。陈总管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，却又怎会知晓如此隐秘之事？当日陈琳去玉果园，在返回的途中，巧遇金华宫的宫女寇珠。陈公公，陈公公，寇珠，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请公公救命！救命？救谁的命啊？救你？不，救他。啊，这是哪儿来的婴儿？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。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？是郭淮郭总管勾结产婆，用死狸猫把太子换出来，要寇珠。求公公救太子一命，公公救命啊！郭淮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？他要寇珠把太子掐死，埋在金水桥下。啊！这种事他也敢做？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！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。住口！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是金华宫的宫女，刘娘娘是你的主子，你竟敢造这种谣！不是寇珠造谣，刘娘娘亲口交代寇珠要听郭总管的调派，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啊。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怎么会？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？李娘娘产下了太子，皇上就要封她为皇后？一定是这个缘故。公公，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，如果被郭总管发现，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！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一定会杀人灭口。可是我能把太子带到哪儿去呢？哪儿都行，只要出了宫，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。寇珠，你是刘娘娘的心腹，否则她不会让你参与这种事。可你为什么要背叛她呢？公公，寇珠虽然只是个下人，可是还懂得道理。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，大宋朝未来的君主，只要是大宋子民，人人都该拼着性命的保护他。再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不能让他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。寇珠，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，更显得郭淮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。你放心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，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的送出宫去。多谢公公成全，多谢公公成全。不，身为人臣，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。寇珠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呐。是。竟有这种事，这不仅是耸人听闻，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若说出去，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。不对，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，想必有个去处，娘娘应当不会不知。不错，哀家知道他在何处。娘娘，陈琳带他去了南清宫。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，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？不仅如此，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，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。娘娘适才言道，此案涉及2位当朝显贵，这第2位，莫非就是当今皇上？
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，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。正是。好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王！大人，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？因果报应。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，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，并封为东宫太子，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。不幸的是，太子6岁时得病身亡，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。先皇伤心之余，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，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。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，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，保住了先皇血脉。然而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？后宫权力倾轧，自古皆然。当时若是揭发此事，非但难以取证，甚或危及太子性命。八王爷隐忍不报，也是情非得已。包大人不必介怀，对八贤王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？只是，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凄苦。不，得知皇儿安然无恙，哀家已心满意足。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，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？皇儿7岁进宫时，意外闯进冷宫，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，也许是母子天性吧。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。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，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。娘娘，有人看您来了。冷宫静地，又有谁会来看我？回娘娘，是奴婢陈琳。是皇上派你来的？不，我真是痴人说梦话。我打入冷宫已经7年了，皇上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他怎么会派你来看我呢？娘娘受的委屈，奴婢全知道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连我自己都渐渐相信，当年生下的是个怪物。不，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，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。你说什么？7年来，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，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。东宫太子？你是说
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，是本宫的亲生骨肉。正是啊，八王爷，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，因此隐瞒至今。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，八王爷看到了，未免娘娘担心，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。果真，苍天有眼，我那皇儿竟安然无恙。娘娘，八王爷特别交代，此事切莫声张，若要被奸人得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是谁？是谁如此心狠手辣，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？皇上潜心修道，不理俗事。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，想必娘娘清楚啊。是他，是他，是刘妃。正是他呀！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，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！我和她情同姐妹，情同姐妹，她怎么会如此心狠呢？唉，权势诱人啊！如今她也得偿夙愿，成了当今皇后了。你去告诉皇上，就说本宫要见他，快去告诉皇上！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的呀！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，一直耿耿于怀，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，倘若声张出去，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，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。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，为所欲为吗？要忍，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，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。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，反而招祸呀！为了确保皇儿平安，哀家也只好忍耐，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，祈祷上苍保佑皇儿，盼他不受伤害。既然如此，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，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？不错，皇宫内院门禁森严，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出。当年太子年纪幼小，或和侥幸闯入，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。机缘凑巧，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，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。
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，竟然向先皇诬告我，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，是诅咒先皇。岂有此理！他竟敢诅咒于朕！皇上请息怒，李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，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。生下妖孽，朕没有赐他死，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。启禀皇上，李娘娘生性温顺，不会怀此恶毒心肠，还请皇上圣察呀。陈总管，他若不是诅咒皇上，那他为什么要半夜3更的烧香呢？传令，奴婢在。传朕口谕，此地非7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。皇上，还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不行，朕意已决。陈琳，你是首领太监，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。皇上，大胆！你敢抗旨不遵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郭槐，奴婢在。你是后宫太监总管，你听着，1个时辰之后，去冷宫验明正身。奴婢遵旨。先皇既然下旨赐死，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？提起此事，也实在令人心酸。除了陈琳之外，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。正当他们2人在无计搭救之时，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？娘娘，时辰紧迫，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，就性命难保。是啊，怎么逃？宫中禁地，守卫何等森严，逃不掉的。算了，不会有机会的。娘娘请放宽心，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。就算如此，郭槐不见尸首，岂肯罢休啊？一旦禀明皇上，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。回娘娘，有尸首。这话怎么讲？奴婢已安排好了替死之人。替死？是啊。于中，奴婢于中叩见娘娘。秦凤，他是？回娘娘，于中是冷宫的小太监。奴婢自他9岁进宫，便一直带在身边，由他替死，就有了尸首。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可是郭槐奉旨验明正身，又岂会认不出来？由他替死，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？这没有用的。不，郭槐认不出来。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，奴婢在宫中多年，却见过不少案例，吊颈而亡，大多数面呈青紫，颜容扭曲。若不仔细辨认，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。可是郭槐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？那郭槐心怀鬼胎，问心有愧，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。娘娘，奴婢相信，这一定能瞒过郭槐的。不，
就算郭淮认不出来，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，而让于中去替我死啊！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，让他做这样的牺牲。启禀娘娘，奴婢是自愿替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奴婢自幼进宫，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，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，奴婢心甘情愿。不，本宫不同意。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。让你替死，固然可以让你得到全忠，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，本宫万万不能同意。娘娘，娘娘，请娘娘和于中互换衣服。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，再迟，郭淮一到就来不及了。不，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！倘若娘娘奉旨归天，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！娘娘，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，终其一生呢？只要留得性命在，终有一天，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。届时，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，更能让这是非黑白、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！请娘娘成全。好，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。谢娘娘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于中！无论是于中，还是秦凤、陈琳，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。若无他们帮助，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。娘娘，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，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，饱受穷困苦难啊？也是造化弄人，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，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，不幸染病身亡。哀家举目无亲，四处游荡，盘缠用尽，只好乞讨为生。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，哀家将他收为义子，相依为命。如今他已长大成人，以卖菜为生，奉养哀家。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倒也能够勉强度日。宝琴，臣在。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哀家的冤案，你可还敢接？回娘娘，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。保枕身为人臣，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，一事不忠。如今保枕定当竭尽心力，为太妃娘娘平反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安心。禀娘娘，事关重大，不可不慎，为求掩人耳目，请娘娘全充包拯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，也好名正言顺同返京城，恳请娘娘恩准。一切就依你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学生敢问，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？哀家也不清楚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？哦，公孙先生还能治病？公孙先生
精通岐黄之术，或可查出些端倪。既然如此，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。公孙先生，情形如何？大人，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导致哭瞎了双眼。可有复明之计？拖延时日过久，恐怕难下定论。学生尽力而为。大人如今作何打算？此案牵涉太广，一时尚难有对策。然而无论如何，都必须尽快回京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王朝马汉在，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，一旦准备妥当，立刻启程回京。是。张毅可要随行？不，他若随行，恐会起人疑窦，让他留在庙中，不得对外声张。是。老夫人，请用茶。有劳你了。老夫人是包人尊长，亲奉茶水，自是理所当然。20年来，让老身总算有了依靠。可惜我双目失明，无法亲眼目睹你的容貌，终其一生只能凭空臆测了。老夫人请宽心，老夫人失明的原因，学生已然明了，或许能找出方法，让老夫人尽快复明。哦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据学生所知，的确有类似的患者，在经过诊治调养之后得以痊愈。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，老夫人，请务必帮助老身，眼睛复明。老身还想在有生之年，看看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尤其是想看到那些陷害我的奸人得到应有的报应。老夫人，你的演技最忌讳的就是动气，也不宜伤心激动。还请老夫人多多保重，以便于学生为老夫人诊治。啊，医者之言不能不听，老身遵命就是。学生不敢。旅途劳顿，老夫人多事休息，稍后仍要赶路啊。好，你们去忙吧，别招呼我了。是。
你们4个在此，随时听候老夫人差遣。是。大人返京之后，打算如何着手？公孙先生估计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真假如何？学生以为90%是真。不错，本府也如此认为。不过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除却亲身经历之外，其他全都来自陈琳。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？陈琳虽是皇上多年，甚至可以说，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，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。既然如此，皇上登基之后，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？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皇上登基不久，陈琳就告老还乡，想必他自有道理。大人，学生以为，若想查明当年往事，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。不错。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，想必不会自成罪行。回京之后，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，也好寻他问明真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是关键。八王爷。大人与八王爷私交甚笃，大人何不直接请教于八王爷呢？不行，此案牵连太广，轻则朝野震惊，重则动摇国本。本府必须先以言语试探，再伺机查询。大人顾虑甚是。这些事也的确是多事之秋。大人陈州督镇铡了庞玉，白玉堂却同时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。如今大人更是在无意之间查得一桩惊天动地的陈年旧案，接下来只怕往后大人要更加劳心劳力了。既是军路忠君之事，本府理当尽力而为。只是展护卫只身独闯陷空岛，究竟能否追回玉佩，却让本府颇为挂记啊。学生相信，展护卫绝不会有负大人所托。但愿如此。你且先行退下。是。娘娘，府衙内并无拟卷，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，不周之处，还请娘娘见谅。无论是何处，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。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？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？回娘娘，
包拯自幼父母双亡，乃是长嫂带大，故而以嫂娘相称。这倒颇不寻常。嫂娘之于包拯，虽无生育之恩，却有养育之情，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。包竟能视长嫂以孝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所谓百善孝为先，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，社稷栋梁啊！娘娘谬赞，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哀家可羡慕得很呐。娘娘请宽心，一旦全案查明，彻底平反之后，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。然而在此之前，还请娘娘多加忍耐。哀家自知此案难办，所谓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也罢，哀家一切静待包卿安排吧。是，包拯立刻着手。你奉旨陈州督镇返京，为何不进宫面圣交旨呢？若非奉诏，夜不入宫，乃是宫中的体制，包拯岂敢不遵？再者，惊扰圣驾总是不该。明日早朝之后再做禀奏也还不迟。他可是个好皇帝。皇上年事虽轻，却老成持重，称得上是一位仁德之臣。那就好。哀家20年前总算是和他见过一面，那时候他才7岁，不知现在长成什么模样了。皇上英武威仪，与先皇颇为神似。是吗？哀家恐怕永远也无缘亲眼见到他了。娘娘请宽心，公孙先生博学多闻，医术精湛，包拯相信他定能令娘娘双目复明。那就寄望于他了。大人，学生翻遍医书，搜尽枯肠，总算是不辱使命。哦，公孙先生可是已有医治之法？大人，老夫人抑郁终日，以泪洗面，双目血路受阻，挚爱难通。久而久之，经脉受损，导致失明。然而状似真盲，实则却是假盲。哦，何谓假盲？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，而非永久。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，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，滋补调养，学生确信当能痊愈。如此甚好。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。是，学生遵命。照方抓药，细火慢煎，每日3副，饭后服用。是。公孙先生。老夫人。老身这对眼睛，你真的能治好吗？回老夫人，学生自信有8、9分的把握。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。学生不敢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。研医治病，当遵医嘱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，请公孙先生明讲。是。老夫人的眼疾
非一朝一夕所致，实乃因思念亲人，过度忧伤。如今学生施以金针过血之术，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，只要安心调养，当可痊愈。不过在此期间，千万不可焦虑激动，否则恐会前功尽弃。这一点，尚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。好，公孙先生的嘱咐，老身会牢记在心。多谢老夫人。公孙先生所言是真，亦或是只为了安抚老夫人？大人，两者皆有。学生担心大人追查此案之时，老夫人会饱受刺激，一旦过于激动，非但对病情不利，甚至有碍于大人查案，故而先期诱导，防患于未然。公孙先生果然顾虑周到。大人谬赞，但不知大人打算由何处查起？南清宫八王爷府。包大人若再不回来，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。果儿陈州事了，包拯就立刻赶回京了。哦，哼，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！不该，不该呀！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？哎，贼人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，惊扰圣驾。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？的确难逃王爷法眼，正是为此。追查的如何了？展护卫已前往追击，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。那就好。若是追不回玉佩，皇上势必耿耿于怀，睡不安枕了。圣驾遭到惊扰，皇上心中不悦，包拯犹能理解。为了一方玉佩，让皇上耿耿于怀，却让包拯不解。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哦，包拯愿闻其详。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。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，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。如此说来，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。哎，不，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。哦，但不知是哪位娘娘。是，往事已矣，人事全非，不提也罢。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？皇上7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，进宫之日，偶遇这位皇娘，二人一见投缘，便以此佩相赠。自此，皇上终日随身佩戴，从不离身。此佩被盗，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。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，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。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，而以仁孝2字相勉，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。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。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？
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。是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估计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，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仁孝2字期许皇上了。宝卿，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仁孝2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珍如至宝，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卿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旨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宝卿说的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。展护卫请起。谢娘娘。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，若问展护卫，或许少有人知晓，但一提起南侠展昭，却是人尽皆知。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，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的义举，早已在民间流传了。
展昭不敢当，谢娘娘谬赞。可惜哀家双目失明，未能亲眼目睹南霞俊俏的风采。展昭惭愧。娘娘经公孙先生妙手诊治，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？哀家也不清楚，只觉得双目隐有酥麻之感。恭喜娘娘，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。倘若学生所料不差，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，至少要提高到90%。哦，倘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。学生不敢。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，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，不日当可进京。宝琴，陈琳找到了。是。太好了，只要陈琳一到，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。与此同时，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。哦，难道时机已经成熟？不，只是臣以为此事不宜再拖，必须加快脚步，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。不错，时隔20年，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？回娘娘，臣可以确信，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，只是事出突然，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。你考虑的周到，那就去吧。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。哦，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？先皇御赐的金碗。包大人，这枚金碗，你是由何处而来啊？王爷认得这枚金碗？岂止是认得，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丸之时，距今已近30年了。王爷怎知此丸便是当年所见之物？这玉成宫李妃5字，乃是先王墨宝拓刻而成，本王一见便知。包大人，请看，在金丸之内有夜明珠1枚，世上仅有2枚，绝无赝品。王爷可知，当年这金丸是为何打造，何人所有？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，非比一般。当年陈皇后去世之后，先皇无子，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。谁说朕不会有太子？玉神宫李妃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，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。臣也殷勤期盼2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。玉帝啊，不用替朕担心，朕要让你看看，朕为2位爱妃准备了什么。你看看，这2枚金丸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。仔细看看。
制作的竟如此精巧。他们之中，任何一人只要能生下太子，朕就封他为后。这2枚金丸，就是日后的凭证。当时，本王看得十分仔细。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。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？回王爷，包拯沉舟督政，返京途中行经草洲桥，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。他喊的是什么冤？他不肯说。既然喊冤，又为何不肯明说呢？那虾婆言道：“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，否则绝不会说。”当着本王的面，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原本包拯以为乃是风矬之语，不予理会。然而见这金丸之上有玉成公李妃字样，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，故而并未将他驱离。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？王爷可知，包拯回京之时，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。此事城中颇多议论，本王也略有耳闻。包拯唯恐牵涉宫中，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。那名老妇人正是鸣冤虾婆。你将她带回京来了？是。王爷若是不肯见她，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洲桥。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，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了。为王爷平添烦恼，包拯罪该万死。王爷不必为难，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。不，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公李妃之物，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，如今竟然出现在这虾婆的手中。无论如何，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。也罢，本王见他就是了。是，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。且慢，为防万一，还是以包大人亲眷之名带他前来，否则难免遭人非议。是。什么？八贤王肯见我？是，包拯明日就带娘娘前去南清宫。如果八贤王肯见我，哀家的冤屈就有昭雪之机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！娘娘啊，娘娘不可过于激动，否则有碍双目治疗。好，我不激动。这一天，哀家总算是等到了。娘娘，请听包拯一言。请讲。方才包拯已向娘娘禀奏，八王爷虽肯见娘娘，却不知娘娘真实身份，还请娘娘预做准备。哀家明白，哀家会以当时的情形做应对，哀家不会让事态不可收拾的。谢娘娘体恤。
明日与八王爷一会，关系重大，娘娘还请尽早休息，以为明日之需。多年的期盼一旦成真，哀家今夜恐怕是睡不安枕，无法入眠。太后，没事，下去吧。是。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，都梦见了。当年的人和事，一幕幕出现在哀家的眼前，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家索命来了？我不会的，你这人死了就死了，哪能会向人索命呢？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，受到了狸猫的惊吓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狸猫。莫不是当年替换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？娘娘说笑了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？娘娘放心，皇上已经降旨，让奴婢把冷宫改成一般的宫院。奴婢也会请几位法力高深的大师前来做法超度。等法会做完以后，娘娘就可以放宽心了。只怕当年所做过的事，永远也无法让哀家安心呢。娘娘，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、奴婢，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着呀。这些陈年往事，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！不，还有天知地知，也只我知。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儿臣见过母后。皇上免礼。母后不是受了风寒，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？哀家睡不着。母后，回禀皇上，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。朕如何不知？母后有恙，为何不早禀奏？奴婢该死。别怪他，是哀家不许他说的，以免皇上忧心。父母有疾，为人子岂可不知？便是忧心焦虑，也是应该嘛。没事没事，哀家已照宫中御医诊治过了。想必是没有根治吧？朕记得在幼年之时，也常彻夜难眠。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，
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，传朕口谕，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。奴婢遵旨。哀家已经好多了，皇上就不必操心了。不行，母后身体不适，朕怎能不操心呢？郭淮，你立刻就去办。是。你们退下掩门，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。是。是。包拯见过王爷。包大人免礼。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。王爷，且慢。八贤王，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你是？不可能的！王爷可是认得他？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，只是万万不可能。他早已辞世多年了。八贤王，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？你真的是？多年的煎熬，岁月容易改变容颜，但是无法改变事实。哀家正是当年玉晨宫的李贵妃。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？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。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，死在冷宫的就是哀家了，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。你果真就是皇嫂？赵德芳拜见皇嫂。好一个八贤王，时隔多年，你依然肯认我。哀家死而无憾。皇嫂，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？又怎会事隔20多年，经由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？此事一言难尽，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。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，如今的皇上。是。不错，陈琳当年转承本王的话没有错，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，皇嫂的亲生。果真如此，苍天庇佑。王爷，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，究竟情形如何？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，至今久久不能忘怀。
启禀王爷，陈公公求见。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。陈琳，你如此慌慌张张的，可是皇上有急事昭告本王吗？请王爷并退左右。陈琳，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行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回王爷，奴婢奉旨采摘御果园里的果品，送给王爷，作为王爷明日寿辰之礼呀。皇上送果品给我，你也要本王并退左右？王爷，陈琳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？王爷，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，皇上的嫡亲血脉。我可怜的皇儿，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，本想当即进宫面圣，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。然而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？宫闱争斗，自古皆然。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，否则只是一面之词，如何取信于皇上？当时人证物证俱全，若是及时追查，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。即便如此，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，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。如此一来，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，随时可能遭人暗害，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八仙王说的没错，倘若阴谋揭发，只怕皇儿早已被害，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让皇嫂受尽委屈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本王在此向皇嫂请罪。不，若非八仙王谨慎睿智，奸人早已得逞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不，这也算是皇天庇佑。当年本王王妃稍早也曾有孕，不幸腹中夭折，于是将太子假称为本王亲子，得以在府中抚养。在7岁那年，被选为太子，就送进宫中去了。应一会自有天定，谁也料不到，历经周折之后，太子终究还是太子。太子7岁那年，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。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，却与他一箭投缘。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啊！
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，所以召陈琳前来，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。啊，他们见了面。不错。李贵妃一直以为太子已死，因此将思子之情转到他的身上去了。母子天性，真是母子天性啊！本王担心李贵妃难以承受长期煎熬，也不忍见她因憔悴致死。你将真相告诉她吧。王爷，这样安全吗？本王也知此举的确有些风险，不过骨肉分离，对面不识，也太过残忍了。你还是去吧。是。哦，切记要李娘娘秘而不宣，免得横生枝节。奴婢明白。当陈琳告诉哀家，太子就是皇儿之际，哀家的千种委屈、万般怨恨，顿时化为乌有。唯恐杞人疑窦，不敢稍有声张，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，为皇儿祈福。原来如此，所谓的邪术诅咒，却原来是焚香祈福。唉，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，竟成为奸人的借口，来陷害皇嫂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！不，错不在八贤王。若非得此讯息，20年的煎熬，恐怕也难熬得过来。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惭愧，只是皇嫂这对眼睛，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不日哀家当可复明。太好了，这才是吉人天相啊！